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哇，看到这一群面恶凶煞的小矮子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混沌矮人这个派系。这派系真的蛮好用的，而且说实在的，真的蛮强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。我方阵前面是由混沌矮人勇士4队所构筑而成的。那这边，1、2、3，更正是5队，少看了1队。那左右两边呢，分别是克达伊火翼怪物步兵，而且它的武器威力非常的高啊。那针对步兵呢，有额外的加成，货甲伤害也超过80，非常的凶恶。那我们这边呢，领主呢是术士先知金属系，主要带的是毁灭熔流、黄金猎犬以及终极炼金术。我们讲句坦白的，17的我通常比较没有机会会放，这个消耗17点真的比较不会放，通常大概都是带心安的。那我们这边有3队的炮兵，正中间是铁恶魔，虽然说它的射程比较短，但是它的火力蛮强悍的。那最旁边2队是我非常喜欢的旧炮啦，射程450，非常的远，而且它是那个攻击力其实也非常高，武器威力非常大，然后再来它落地过后会产生一个持续性的伤害，所以通常讲步兵被一发打下去的话，很容易重创。这边已经开始乱作一团，我先暂停一下，不然对方等一下单位死光了就没办法介绍。然后这边一队是农民骑手，一队是翠玉骑兵，这个都是老面孔啦，很好用。这边还有一队农民骑手，那现在对方的阵型已经全部乱掉了。刚刚这边重创的是农民长矛兵，那还有翠玉勇士长戟兵，基本上前排都是以这2个单位构建而成的。那后排呢，这边是有一队的荷枪手，铁堡2队。荷枪手呢，射程是高达275，非常的远。而且它有个非常特别的效果，叫做破盾者，所以你拿着盾牌的话，不见得可以格挡住它。然后它攻击距离非常的遥远，所以它可以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就开始狙击你的一些重点单位，像是它甚至可以狙击你的炮兵，非常的可怕。好的，那我们英雄跟领主呢也是老面孔啦，生命系的。就是石化之躯、再生术、大地之血，我非常喜欢用这几个。那这个母老虎很强，非常强。目前来讲的话，跟他单挑真的要特别去挑单挑型的领主啊，不然普通来讲的话跟他打，我目前感觉都没什么胜算。那后面一样是老样子，非常可怕的火箭炮，这2个真的是非常的看重运气啊！运气好的话，可以把对方很快就炸开花；运气不好的话，你就是乱七八糟。好，我们开始进入战斗。那刚开始呢，对方的农民长矛兵就重创啦。刚开始双方就是炮兵互射嘛。好，我们看到铁堡开了1发，然后加上还有持续伤害，一发下去50%的血量没了，等于这个部队已经算是半残状态。只靠了1发，非常恐怖。那火箭炮呢？瞄准谁打在是这个混沌矮人勇士身上，其实很痛以混矮来讲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混沌矮人这种来讲的话，其实被打下去非常痛然后战地旧炮有被擦伤的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再来瞄准的是谁？好。铁堡这一队又重创了，这一队应该就已经争霸没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方面进度看一下，
因为地形不是非常平坦，算是有稍稍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因为我看起来其实地形没有到非常的平坦，所以荷枪手好像可以因为这样子射到对方吗？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我觉得荷枪手他的火线好像比较不会被自己人遮挡住。目前给我的感觉是这样。荷枪手其实我很少用，因为它的造价太贵了，而且它的模组数量没有到非常多，就是你要用的非常的好。我们看一下，它射出去的子弹好像是比较不会被自己人挡住。然后这边火箭炮持续的开炮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2发战地旧炮，我们的瞄准是荷枪手。我们看一下这2发下去，荷枪手的血量非常的健康，但是对方的火箭炮持续不断的轰炸，我们也非常的可怕。那这边翠玉枪骑兵撞到了我方的克达伊火翼，会很危险哦。这边就没有注意到，对方的领主直接冲过来抓炮兵，他是用天界之门直接冲进来的，我方根本没有办法去防备。这个就是白虎领主可怕的地方，它可以突然的出现，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处理。而且它的瞬间爆发力很够，非常够。我看一下混沌矮人基本上是完全没办法打，混沌矮人勇士基本上是会被他压着打，我只能暂时先突出而已。然后这边在对方的步兵群已经炸开了，一发下去，这边直接重创，这就是那个旧炮的可怕。它这种旧炮非常的可怕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的部队密集度太高啊，一发下去很容易就把所有东西给蒸发。好，看一下，继续打荷枪手，因为荷枪手其实他又重新回归了，这个一定要打。那对方的火箭炮其实弹药所剩无几了，然后镜头拉得有点远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其实这个抓鱼者不要小看他，虽然说他好像是个施法者，但是他敲人也很痛哦。他敲着也是非常痛。我觉得这一次辅人的单位都很强悍。好，这边翠玉枪骑兵冲过来抓我方炮兵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战场，他这样子打着打着，矮人就会蒸发了。好，他顺到哪边去？他直接顺到怪物步兵群里面呐、而且是2队哦，2队这样围着他打，应该会很痛苦才对，大概吧，其实我不是很确定。然后这边旧炮还活着，然后不断的在射击对方单位，对方战力条基本上没有，所以只靠一只白虎是无法翻过来的哦。好，这边结束了，这边应该结束了，加速看过去。虽然说他那个白虎的斩杀数只有41，但是他斩杀了不少好东西啊，真的很难处理。他的那个瞬间移动，那个基本上只要在那个范围，他就可以瞬间过去。然后他还有第2个讨厌的地方是，只要没有在一定范围内，你的部队只要是没有看到他，他是处于逆中状态，所以他是可以偷偷的直接切入到我方队伍后排，像是弓箭手啦、炮兵啊这一些，你前面不管你放了多少的长骑兵啊，什么东西，长骑兵那些都没有用，他都可以挡住。我很觉得这个他的那一招技能真的很爱可怕，虽然说吸力时间是有，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再拉长？我目前的想法是，就是用其他种族跟他打，然后都一直挑白虎来使用的话，白虎目前给我的感觉来讲，它非常不好处理。
有时候就算是灵虎单挑，其实白虎也是不落下风哦。坦白讲，然后你旁边再放一只生命系的，可以帮忙补血。这白虎的续战力，要续战力有，要画花也有，然后要瞬间切断对方后排能力都有，他能力真的很强。就这阵子玩下来的感觉是这个样子。虽然说自己用的时候，我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。我自己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像还好，但是面对他如果是敌人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很难处理。这个白虎真的不好处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